你为啥直接磨着藤蔓过去啊？魔塔不是这样的，你应该找钥匙开门，学会资源管理与路线规划。你怎么直接磨过去？魔塔根本不是这样的，我不接受。不对，我十分接受。欢迎来到破灭之城的异乡人，一款魔塔加女主 RPG。你将扮演强大的失忆猫娘，与基友亲密贴贴，应对各类男 NPC， 还有魔塔内的各色陷阱。游戏巧妙融合了绅士与魔塔，并深刻探讨了路线管理这一核心主题。塔内你需权衡是否让女主通过陷阱以换取属性，塔外你也需抉择，面对百万债务，是踏实刷塔赚钱，还是铤而走险走捷径？捷径用在正途叫做最优解，误入歧途则导致万劫不复。这种贯穿始终的路线管理正是游戏的特点。故事发生在一个由天使支配的世界，由辅导分为上中下3层。失忆的猫耳少女蒂奥在底层一记苏醒，踏入破灭之街，并受到孤独热情的利奇尔接纳。你决定帮他寻找一姐诺伦，为了保护利奇尔。反抗天使的天使，他创立了反抗组织幻影同盟，现被囚禁于最上层。于是你攻略魔塔及其4块魔法水晶，帮助神鸟8只鸟恢复力量，飞向中层。在中层，你们劫狱只因偷面包救，被羞辱关押的豪尔少女兰卡，她是幻影同盟的一员。作为回报，潜藏在城市的同盟首领西耶斯塔赠予你们一套免费住房作为据点，但劫狱之事很快败露，士兵勒令你们偿还100万巨债。否则，兰卡与利奇尔将陷入危险。于是你为钱奔波，和西耶斯塔跳舞演出。龙人贵族莉莉被你的救人行为感动，邀请你担任女仆。然后你发现了她居然会扶他画。蜂蜜之馆的梦魔力格雷特成为你的良师益友，在他引导下尝试工作。负债的情况下，你要攻略中层魔塔，收集魔法水晶，前往上层。前期剧情聚焦于还债危机、爱恨情仇，充满日常感。然而结局转，将故事从日常琐事升格为拯救世界的奇幻史诗。世界突然被毁灭，一切日常矛盾瞬间渺小。反派天使和基友都不复存在，但羁绊永恒留存。俗话说得好，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。主角从异乡客变为自家人，为了基友，你自我觉醒，拯救世界，最终甚至穿越时空，带着记忆重启征程。故事结束，留下余韵，并串联起该社团作品的世界观，让人期待后续。之后出一期视频，大致介绍世界观。接下来谈谈游戏的魔塔文法。魔塔是一类固定数值的 RPG， 有固定的敌人、有限的资源、四通八达的路线，极度考验资源路线规划计算。起源于日本的魔法塔，也称乌尔，在国内称为魔塔，传播十分广。我小时候看过我爸妈玩过。该作是难度友好的黄海爽塔，提供作弊模式，助你速通欣赏剧情和 CG， 也有 Hard 模式，满足挑战欲。实际上魔塔不用计算也可以爽玩，其首先是一场锻炼视觉与注意力的运动。请想象这个场景，假设你是数学成绩不咋样的学生，你周末逛街去瞥见数学老师也在前方逛街，向你走来，你怕他抽查数学问题，于是你立马集中注意力，搜寻四周道路躲避。恰好你在岔路看到了同班同学，而且他数学不错，于是你和他结伴而行，这就相当于捡到了攻防。这时你们回到主路，面对老师，你无惧老师抽查，因为同学会答，你就不会感到尴尬。比起你答不上来被批评，受到伤害更小。该过程无需复杂计算，你只需要观察、搜索与用直觉决策方向和路线。所以本质其实是视觉运动游戏，通过有目的性的动态搜索目标，培养注意力集中分配控制能力。这种主动注意力让人玩起魔塔来废寝忘食，还能提高视觉的稳定性辨别力、定向搜索能力，拓展视幅，加快视频。好处实在太多了，原理和舒尔特方格类似。舒尔特方格是世界上最简单的注意力训练游戏，要求你在最短时间内从1到25按顺序定向搜索混乱排列的数字，而魔塔也是让你专注搜索最容易通过的路线。相信听过条条大路通罗马的你一定明白如何玩。我们绅士要证明不止小头在行，大头同样厉害。下一期介绍的还是魔塔类型的游戏，一款肉鸽魔塔。